来看这栋楼。如果你对这栋楼没什么印象，那熟不熟悉这几个词？它们读作 Bauhaus。如果你对这几个词也不熟悉的话，那你可能知道它的中文名，也就是直接的音译叫包豪斯。而这种风格影响到了现在，甚至说放在现在也是主流。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包豪斯。就是这栋楼。包豪斯这3个字，现在给了它很多意义，可以说是色彩搭配，也可以说是一种家具设计。只要是跟简约啊、几何啊这些词搭得上边的，都可以说是包豪斯。那么包豪斯究竟是什么含义呢？其实最初的含义很简单，德语中 Bauhaus 它的意思就是造房子，Bau 就是建造，Haus 就是房子，房屋建造非常朴实。那这个概念最早是来自包豪斯的校长格罗皮乌斯。这个格罗皮乌斯在我们以前的视频当中也提到过，现代主义4大师，是德国的建筑教育学家。他所主张的就是一切艺术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建造，所有艺术当中的最高形式就是建筑。这也非常好理解，因为格罗皮乌斯他自己就是建筑师。他所主张的就是绘画、雕塑、建筑啊这一些全部都要统一起来。工匠跟艺术家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工匠的更高一级形式那就是艺术家。所有这些艺术创作都要回归于手工的精神，或者现在时髦的话叫工匠精神吧。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其实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时代也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就把所有的艺术都融为一体，而最终呈现的方式最主要的就是建筑，当然其他还有绘画、雕塑。包豪斯的教育也非常有自己的特色。首先上来并不是专业的教育，而是进行一些基础培训，因为大家基础都不一样嘛，从10几岁到40几岁的学生都有。首先大家一起学习理论，包括基本的美学、色彩搭配等等一系列的理论课程，然后呢再进行实践。整个模式也是师傅带徒弟的这样一个模式。经过半年多的理论学习之后，然后再被分配到各个工厂去进行实际的操作，就是实践。在工厂的实际学习大概3年左右，通过考核之后会获得一个技工证书，然后再进行分流。一部分人就直接就业了，还有一部分人可以选择继续读书，成绩达标之后会被授予包豪斯的文凭。那一般这个过程大概是4到5年，其实有点像现在的职业教育和大学教育这样的关系。所以经过这样的训练之后，一般包豪斯出来的人动手能力都特别的强。下面我们来具体梳理一下包豪斯的发展。包豪斯一共经历过3个阶段，第一个就是魏玛时期刚开始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它的巅峰期德绍时期，而第3个就是落寞的时候，就在柏林时期。这3个时期分别对应着创立、兴盛和衰落。最早包豪斯的建立是在德国的魏玛，简单的来说是由魏玛大公爵萨克森艺术学校和魏玛大公爵萨克森美术学校合并而成。这里大概的一个过程就是1915年的时候，魏玛市立工艺美术学院的校长他退休了，于是呢他就推荐格罗皮乌斯作为继任的校长。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个学校最终是要面临着解散。当时的魏玛市几个官员呢提出了反对，因为这个事情还没谈拢，最终得出了一个比较模糊的决定，要么你们从学校变成一个系啊，如果你们想开另外的建筑学校，那就自己去开吧。这个结论得出了也非常模棱两可。那格罗皮乌斯具体是什么职务也不知道，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还在1战当中，所以这个问题就一直被搁置，直到1战结束之后，在1919年的3月16号，格罗皮乌斯被正式任命为工艺美术学校和魏玛艺术学校的校长。而在第2天，就是3月20号，这所学校被正式更名为国立建筑学院，也就是包豪斯，并在4月1号正式开学。那最初呢，格罗皮乌斯只聘请了3个教授来进行教学，后来逐步吸引了很多欧洲著名的艺术家到包豪斯这所学校来，学校就随之逐渐壮大。最初呢，学校只涉及到一些理论，还有一些小的设计。那大的方面，比如说建筑啊，设计的比较小，毕竟资源跟财力都有限。到了1925年，学校就搬到了德绍这座城市。德绍现在叫做德绍罗斯劳，它是由原先的德绍跟罗斯劳2座城市合并而来。为了好记啊，我们就称呼它为德绍。这座城市呢，现在几乎就是以包豪斯为特色，或者说为城市的主要宣传点。到这座城市呢，你可以感受到它以前那种蓬勃的发展吧。而现在呢，应该说是比较衰败了。在2战的时候，德绍也受到了猛烈的轰炸，大概80%的城市被毁。但是呢，包豪斯这个校舍被保留下来，这个校舍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只要提到包豪斯，就一定会提到这栋校舍。它在1926年落成，就是包豪斯搬到德绍的1年之后。整个学校由格罗皮乌斯亲自设计，几乎是全面落实了他关于包豪斯的理念。之前格罗皮乌斯也有一个作品，就是法古斯工厂，用了大面积的玻璃，空间灵活可变，整体给人感觉就是一种很简洁、以功能为主的建筑。而当时的建筑环境整体还是在强调古典的线条啊、线脚这样一些内容。
所以说这样的设计在当时还是比较超前的。你看包豪斯这栋楼，即使放到现在也不过时。不仅是建筑，包豪斯也涉及到一些家具的设计。学生或者老师设计完之后，就到工厂去进行操作，把这个东西生产出来。到了新校区落成的第2年，就是1927年，格罗皮乌斯成立了建筑系。这以前都没有建筑系了，并且聘请了瑞士的建筑师汉斯·麦耶作为第1任系主任。到了这里，格罗皮乌斯成立包豪斯的一个目标算是完成了。所以在1928年，格罗皮乌斯辞去了校长的职务，并推荐了麦耶作为继任者。而麦耶的理念跟格罗皮乌斯虽然是相近，但是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他是希望学校能跟工厂的合作更加紧密，所以在他的带领之下，大量的学生到工厂进行实践，带来的效果就是包豪斯开始盈利。毕竟他设计了很多东西嘛，跟市场的结合更加紧密。那看样子包豪斯应该是越来越好了，对吧？学生的动手能力啊，跟市场的融合啊都比较好。但是在当时这个环境之下，麦耶他的政治倾向是一个极左派，他也将这种政治思想带到了学校当中，这就引起了德绍政府的不满。所以久而久之，包豪斯跟德绍政府的关系就越来越差。这个时候还是得格罗皮乌斯出马，因为格罗皮乌斯的影响力跟话语权还是比较大的。在政府跟学校的压力之下，格罗皮乌斯就告诉麦耶，你还是辞去校长的职务吧。于是麦耶就辞职了。那接下来呢，包豪斯也不能没有校长，格罗皮乌斯就希望有一位政治相对中立一点的人物来作为包豪斯的下一任校长。于是这个人就出现了。格罗皮乌斯邀请密斯来担任新的校长，而这位密斯就是之后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他自己的理念也是强调以功能为主，少即是多 ，less is more， 也是他著名的论调。密斯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终止学校内的各种政治活动。在他的努力之下，学校的教育又逐步恢复正轨。转眼时间来到了1931年，德国内部的政治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而包豪斯已经被列为异类，因为它有极左的历史，整体的气氛环境跟当时的德国格格不入。然后慢慢的，包豪斯就办不下去了。最终，密斯在1932年的10月关闭了在德绍的包豪斯学校，然后带领一部分师生前往了柏林。这种有点像逃难似的日子当然是不好过的。在柏林，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小，而且时不时会受到一些骚扰，最后也逃脱不了被迫解散的命运。包豪斯在柏林的所有房屋都被搜查、被封锁，将近1/4的包豪斯师生去到了海外，而很多人就到了美国，这也使得日后美国的现代主义逐步兴起。密斯当时还是想做一些挣扎的，于是就跑各个部门找一些关系，但是最终都没什么成果。这个事情得从2方面来看，一部分人认为密斯这样的举动摆明了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就两边都讨好；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正是因为密斯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所以他后来的历史相对还是比较清白的。那从柏林包豪斯被关闭开始，包豪斯作为一个实体就结束了，但是他的一些理念思想在全世界开始传播开来。在德国部分，二战结束之后，由包豪斯的校友马克思·比尔联合其他一众校友，在乌尔姆设立了乌尔姆造型学院，而这个学院的教学模式就是以包豪斯为基础，内容也涉及到了建筑、艺术等各个方面，包括产品设计、摄影还有电影方面。但是最终这个学校也是因为理念还有财务方面的问题，在1968年被关闭。我们再来看包豪斯最初设立的魏玛，现在魏玛还有包豪斯大学，而这所大学是在2德统一之后，德国政府重新复名的魏玛包豪斯大学。再来看海外，包豪斯的很多师生遍布全世界各地。之前说的包豪斯的最后一任校长密斯·凡德罗在美国那是风生水起，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而创立者格罗皮乌斯被邀请在哈佛大学任教，而很多包豪斯出来的人们也在美国建立了新包豪斯，继续发扬着包豪斯的理念。现在关于包豪斯的这段历史，柏林有包豪斯档案馆，而在魏玛有包豪斯博物馆。说了包豪斯的历史，那包豪斯有什么特点呢？其实广义的包豪斯已经并不局限于一种风格，更多是一种理念。比如说极简的，喜欢用纯粹的几何图案，色彩也比较纯粹，常用的就是3原色或者是黑白灰。最主要的就是以功能为主，去掉多余的装饰，突出建筑的结构本身，还有一些材质的表达。功能主义或者说实用主义为主，而且多数是模块化的，方便生产建造。很多人会说包豪斯没有什么特色，基本就是很乏味 ，less is more， 或者说 less is boring， 少即是无聊。但是现实生活中90%或者说99%的建筑都不是地标建筑，人们所关心的只有一个，就是好用。而包豪斯最初的理念就是以功能为主，恰好满足了这一点。包豪斯对现代设计的影响非常大，所有现代主义如果追溯的话，跟包豪斯都有关系。还有现在所流行的北欧极简风室内设计的中古风，甚至一些数码产品的设计都跟包豪斯有关。
今天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包豪斯的历史，那么包豪斯的代表人物作品还有哪些？具体怎么样呢？下期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位将包豪斯推向极致，甚至有的建筑都不好用了。之前提到的那一位包豪斯的最后一任校长密斯·凡德罗。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下期再见。